乐高它是一个奢侈品，咱先不说它那些绝版藏品，就说市面上你随时都能买到的普通的一个积木套装，这不七夕快到了吗？猫骑一个台灯那么大的花束，787块，销量第一的入门款兰博基尼跑车499，而店铺目前最贵的一个套装星战千年隼7349，购买一部顶配手机了。我用 AI 大致算了一下，乐高积木平均每公斤的价格在100美元左右，这个数字不见得准，咱们仅供参考，主要用来对比的是乐高原材料 ABS 树脂的价格，大约是2美元1公斤，也就是说，乐高的溢价率起步就是几十倍。再来看那些绝版套装啊，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一项研究追踪了1987年到2015年间一共2322套停产的没拆封的乐高套装，结论是这些套装在二级市场的年均涨幅达到了11%，实际回报率8%，平均表现跑赢了同期股票、债券和黄金。2007年上市的一个绝版千年隼套装，在2024年的二级市场上价格翻了10倍。2013年发布的 Mr. Gold 小人仔，它是个盲袋产品，最开始就是3美元一抽吧，但这个小人仔只限量发布了5000个，现在的二手交易价在离谱的2000到8000美元，好几万人民币啊，朋友，就买个塑料小人，这种例子还有很多。虽然放眼整个玩具界，不乏具有收藏价值的绝版产品，不乏价格被炒破天际的，但它们要么只是个别爆款，要么就是昙花一现。像乐高这样持续稳定高溢价且泡泡就是吹不破的，少之又少，屈指可数。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乐高？凭什么是乐高？按常理来说，我们很容易会联想到，这玩意儿肯定是存在某种壁垒，是吧？要么就是技术壁垒，你技术不公开，你有专利保护；要么就是市场垄断，因为种种原因，市面上就你一个能做这种积木的，你有定价权。但真相是反常识的。首先，长成乐高这样的积木，谁都可以生产。乐高的结构专利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过期了，谁都可以生产差不多的积木，乃至跟乐高完全兼容的积木，价格可以便宜 N 倍，创意可以无限放飞。事实上，乐高平替早已经满大街都是了，不乏有资历、有品牌背书的大佬，比如美高，这原来是一个加拿大的积木品牌，2014年被美泰收购，人也玩成人收藏，人也跟牛逼的大 IP 联名，比如宝可梦，但在建构玩具这个细分市场，乐高依然是遥遥领先的一个存在。规则是公开的，技术壁垒几乎不存在，进入门槛可以说是相当低。然而过去46年里，无数公司试图挑战乐高的地位，却没有一家真正成功。在上市公司里头，美泰是排名第一的玩具公司，2024年营收是53.8亿美元，但玩具界真正的头号玩家其实是乐高，因为乐高并不是上市公司，它的股权结构是75%的家族控股，25%的乐高基金会，家族企业呀，等于是。所以把上市公司这个筛选条件给去掉的话，2024年乐高的年营收是743亿丹麦克朗，按那时候汇率大约是92亿美元。对比美泰，这已经不是冠亚军的差距，而是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距离。而构建这一切的只是积木，唯有积木而已。在一个以创造和销售故事为核心的娱乐产业中，乐高选择了不跟人卷故事，而是创造故事的工具。那些以8毫米为单位的塑料颗粒，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小像素，用这些像素作为基础单元，乐高解锁的是构建万事万物的可能性。大家好，我是专注做消费 VC 的八戒。系列视频中我们一直都在聊造故事，而今天我们要来聊聊造平台。完了，来回答凭什么是乐高这个天问。让我们开始乐高正传。乐高啊，确实当得起一句小镇企业家的称号，因为他从创业至今，总部都没离开过故乡。比隆，这是位于丹麦日德兰半岛上的一座小镇，在上世纪30年代，还只是一个人口不足300人、以农场和手工业为主的世外桃源。那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一座繁华的旅游城镇了，有教堂、图书馆、博物馆、乐园，还有机场。而这一切几乎都是乐高带来的。乐高的创始人名叫奥勒·克里斯蒂安森。他呢，从小就对木工感兴趣，长大后就做了一个木匠。奥勒严格来说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比隆人，但也算是隔壁村的吧。
1916年，25岁的奥勒定居比隆，结了婚，盘下了一家木工坊，就算是在这儿安身立命了。那比隆不是一个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小镇吗？所以奥勒木工坊一开始的业务就是做一些农具、家具，还有帮忙修房子。凭借勤劳的双手，日子也过得是小有滋味。不过有一天，木工坊因为一场意外火灾给烧了个精光，只能认栽。因为火就是自家亲儿子点的。这熊孩子咱们提前认识一下，因为他就是未来要接管乐高的第2代掌门，他叫格特弗雷德。哥们儿后来还自黑呢，说我为乐高做的第一个贡献就是把房子给点了。这场火灾并没有阻止奥勒创业的脚步，真正的生存危机来自接下来的世界经济大萧条。那不是老百姓没钱修房子跟做农具了吗？所以这木工坊也就没生意了。为了维持经营，咱们奥勒就来了个物尽其用，开始把过去看不上的一些边角木料拿来再利用，就做一些个家用梯子、熨衣板什么的。那做完这些还剩点更边角的木料，还是浪费不起啊。OK， 那就拿来做玩具。你说这北欧人民还是有格局啊，再苦不能苦孩子，就算自己节衣缩食，也必须要给孩子买玩具。1932年，奥勒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就专门做玩具，所以这个节点就被视为乐高的创业元年了。1934年，公司正式启用乐高这个名字，它来源于一句丹麦语 Lekgot， 意思是玩得好。但此处还有一个美妙的巧合，就是乐高这个词在拉丁语里头还有我组装或者我拼凑的意思。在乐高积木还没有真正诞生之前，命运的密码就已经藏在名字里了。那么早期的乐高作为一间专门制作木头玩具的公司，它最出圈的作品就是一只鸭子，长这样。这个奥勒呀，可以说相当有匠心的一个人。玩具要用上等滑木料来做，刷漆要刷3层，那可是大萧条时代，没点艺术家的信念感，还真不可能做到这个程度。这一时期，咱们那位点房子的熊孩子格特弗雷德已经进公司上班了啊。他就干了一件自作聪明的事儿，少刷1层漆，只涂2层，这不就节约成本了吗？他还觉得自己干得挺漂亮，跑老爸那儿去邀功，结果奥勒狠狠给他上了一课：你把那批货拿回来，今晚熬个通宵，给我补上第3层漆，补不完不准睡觉。所以对乐高来说啊，爱惜羽毛4个字真的就是刻在基因里的。奥勒本人定下了一句 slogan： 只有最好的才够好。这句话作为企业格言一直沿用至今。坚持品质这个事儿，在今天看来不难做到，但咱们结合一下时代背景，从上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中，大萧条还没熬过去，2战又来了。丹麦是德战区，2战对公司的影响多少先不提，就说这1942年，乐高的工厂它又失火了，都是木头，你想想，反正一点就是删档重来。饶是如此，奥勒依然没有放弃公司，主打一个越挫越勇。那么也是因为战争给市场带来了变数啊，木材越来越稀缺，而一种比较廉价的新兴材料开始在制造业流行起来了，它就是塑料。1946年，奥勒干了一件事儿，他买了一台英国进口注塑机。首先，这台设备花了3万丹麦克朗，相当于乐高过去2年的总利润，这个数够在当地买7、8栋房子了，是真的贵。然后不要说乐高没玩过塑料，整个丹麦都还没玩过呢。这台机器是国内引进的第1台，这东西到底行不行还是个未知数。整个公司没有一个人支持奥勒，包括太子格特弗雷德。大家普遍觉得咱不是走的匠心路线吗？不是刷漆都要刷3层吗？塑料多 low 啊，没手感不高级。但奥勒看到了塑料真正的价值，跟木头比，塑料重量轻，颜色多，好加工，还不会腐烂，意味着它可以帮助公司在产能上突破瓶颈。这台注塑机让乐高迈入了塑料玩具时代。与此同时，我们所熟悉的乐高积木雏形也开始酝酿了。关于乐高积木的诞生是有些争议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乐高不是原创。这种方方正正顶上带几个圆柱柱的积木，最早是一个叫希拉里·佩奇的英国人发明的，而且申请了专利，已经卖了10几年了。乐高是在1949年推出了自家积木产品，基本就是抄的这个英国版，稍微做了一丢丢改良。也许是这英国公司比较佛系，也许是乐高做贼心虚藏得比较严实。总之，我也没查到这2家公司之间有什么台面上的纠纷。那么乐高官方是这么解释的：在上世纪50年代末，公司主动找到了英国公司，问他们对乐高有意见没？对面说你开心就好。到了1981年，乐高从原版积木创始人的后代手里正式购买了版权，自此彻底名正言顺了。而这家英国公司一直都混得很辛苦，创始人佩奇在乐高主动建联之前就因为压力而自杀了。公司也在80年代被废血玩具收购了。那么虽然开头不太光彩，但最终把这种积木发扬光大的毕竟是乐高。同样的方块块圆柱柱，为什么成功的那个是乐高呢？因为他做了最关键的2件事，这2件事都发生在50年代，而直到今天决定乐高是乐高的依旧是这2件事。
第一个是系统的诞生。1954年，格特弗雷德在一次出差的时候跟一个百货公司经理闲聊，对面说者无意，就抱怨说这个玩具市场啊，简直乱成一锅粥，毫无体系可言。而格特弗雷德却听者有心，没有体系，那我能不能来造一个体系呢？于是回公司之后，他立马就开始筹备这件事儿，于1955年正式提出了乐高游戏系统这一概念。具体什么意思？我们直接上案例吧。系统推出的第一个系列积木玩具叫城镇计划，这个系列出了20多款套装，就是一些房子啊、车子啊、街景什么的，你可以只买一个，但如果你集齐所有套装，就能拼出一个完整的小镇来。这就是狭义的系统，一个玩具不再是孤零零的单品，而是可以成为更大体系中的一部分。你每多买一件新品，家里旧玩具的玩法和价值也跟着提升。那么对于企业来说，这个策略也大大有利于降本增效，因为新品不是完全崭新的，它的零件大多数都是通用的，那么生产和库存成本就能够显著降低。第二是标准的诞生，因为那时候积木在市场上火了嘛，一方面乐高需要不断升级工艺，另一方面竞争者也慢慢在冒头了，不防不行。于是格特弗雷德亲自设计了大名鼎鼎的管柱连接方案。原来不是方块块加圆柱柱吗？新方案就是底部还多了几个圆管管，管管跟柱柱相连，咬合更牢固，拆的时候也好拆。那这个方案乐高立马就申请了专利，时间是1958年。记住这个年份，因为从这一年开始，乐高还开始执行一个铁律，那就是所有的产品尺寸都建立在8毫米的倍数基础上，未来所有的产品都要与这个接口兼容。朋友们，这也是乐高广义上的真正的系统，因为它是真的做到了从那时候起到今天，所有的积木都相互兼容。你在2025年买的乐高是真的可以跟1958年的古董拼在一起，如此跨越时空的兼容性，放在玩具史乃至整个制造史上都极其罕见。乐高是有商业头脑的，因为当初那个发明积木的英国公司只在英国申请了专利，这才让乐高这样的老外钻了空子。而这一次，乐高耐着性子走完繁琐流程，在多个国家都申请了专利，可以保护自己在20年内不能被任何公司抄袭模仿。可以说，就这个动作为乐高奠定了今天的一切。因为这项专利不仅保护了乐高的技术优势，而且在事实上制定了行业标准。后来的竞争对手要想进入积木这个赛道，要么只能绕过这条专利，自己琢磨新系统去，要么等待专利到期，眼睁睁看着乐高吃尽红利。那么你想想看，无论选哪条路都需要时间，对不对？那等你倒腾明白了，人乐高产品都卖了多少轮了，你多吃亏啊！所以凭借不服不行的美妙设计以及合法合理的专利保护，乐高占据了先发优势和标准制定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掌控着拼插式塑料积木市场的主动权。以1958年为里程碑，乐高的传奇征程开始了。同年，公司创始人奥勒去世，享年66岁。格特弗雷德顺理成章接过了公司帅印。1960年，公司厂房又着火了，不过这一次却仿佛是老天在为转型助推一把，因为那些五花八门的木头玩具全都给烧没了。公司干脆借此契机彻底放弃其他支线，就一门心思专注塑料积木。生意是越做越红火。60年代，乐高把业务拓展到了整个欧洲，还远征全球最大的玩具消费市场美国。随着这海外业务的风生水起，比隆小镇上穿着西装拖着新秀丽赶路的商务人士也越来越多了。还记得比隆过去是多么低调一个小镇吗？这乐高就心说啊，咱都已经是国际大公司了，总不能让商务伙伴们飞机转轮渡，轮渡转大巴，大巴转牛车这么折腾吧？建个机场吧。是的，就在1962年，乐高买了一架小飞机，并建了一条简易跑道。它起初只是一个私人机场，但没过2年，乐高就对机场进行了扩建，然后上交国家了。现在它是全丹麦第2大的国际机场。所以说，比隆这个小镇啊，几乎就是乐高凭一己之力给撑起来的。1968年，乐高在这儿建了全球首座主题公园，这个5A级景点一下子就火出圈了。当时小镇拢共也就2万人口吧。但乐高公园一年接待的游客量就达到了62.5万。你要是个比隆土著，你就在乐高门口卖烤肠都能实现财富自由。随后的几十年里，乐高还协助政府兴建了教堂、图书馆、体育馆、博物馆等等公共设施。这个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小镇，现在已经成为丹麦就业率名列前茅的城市，有1/4的居民在从事着旅游业，而乐高也已经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公司。1978年的1月28日，乐高最重要的专利到期了。从这一天起，任何公司都可以合法生产与乐高完全兼容的塑料积木，使用相同的8毫米标准，采用相同的管柱连接系统。那么，眼看着乐高吃了20年独食，玩具公司们早就蠢蠢欲动了。
于是这个市场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热闹。从80年代起，美国有公司主打低价平替路线的，在广告中指名道姓挑衅乐高，如果看不出区别，为啥不买便宜的？但你还别说，就这么朴实无华的起点输出策略，让 Tyco 这个积木品牌一度抢下了美国户锁积木市场约20%的份额。不单美国啊，几乎全世界都陆续加入了战局。加拿大的美高、中国的启蒙、星宝等等品牌数不胜数，设计和玩法上也是各显神通。面对如此局面，乐高也不是坐以待毙。虽说技术专利确实是过期了，但公司法务部可没闲着，也是想方设法拿商标、拿版权这些东西出来跟人打官司，但赢的还是没输的多。欧洲法院的判决依据是什么呢？就说如果按照这个已经公开的技术方案来生产积木，它就是会长成方块块、圆柱柱和圆管管这个样子，它长不成别的样子。你乐高告别人侵权，别人是把你 logo 抄过去了吗？还是把你设计的产品给抄过去了呀？都没有嘛，所以侵权什么的它就不成立。那么按照传统的商业逻辑，这应该是乐高走向衰落的开始，因为接下来永远会有人做的比你更花里胡哨，比你更便宜。但事实是，在技术门槛消失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乐高不仅没有失去市场地位，反而进一步巩固了在建构玩具领域的统治地位。为什么？因为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品牌，一流企业做标准。乐高的这套标准塑造了整个品类的游戏规则，也让自己成为这一规则的制定者和最大受益者。对乐高来说，标准虽然是公开了，但20年的抢跑已经足够拉开几率。新玩家想要入场做积木，他一定得问自己一个问题：要不要兼容乐高？如果选择做一个跟在乐高屁股后面的兼容小弟，那精神洁癖用户可能不见得愿意用你这个平替。如果选择自己探索新玩法，很好，勇气可嘉，但仅限发展新用户。人家一个玩了几十年乐高的老用户，让人一下子转换阵营，别人沉没成本也很高的，好不啦？所以乐高最核心的竞争力并不在这套设计标准，而在于系统和系统的后劲儿。那我们就来展开讲讲这个已然半公开的系统还有哪些不可复制的竞争力。乐高系统以8毫米网格搭建，绝大多数积木和板材的尺寸都以8毫米的倍数为基础，但这个系统并不仅仅只有循规蹈矩的方块块，还有很多是又兼容了又不能被抄走的专用零件。来看几个具体案例。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产品是乐高小人仔，这个诞生于1974年的塑料小人，可能是乐高历史上最重要的创新之一。人仔高度正好是4个积木单位，宽度适合做进标准的乐高汽车， C 型的手部设计可以握持各种配件。专利释放后，积木别人可以随便造，但这个小人仔乐高是注册了立体商标的。也就是说，如果有兼容系竞争对手弄了一消防大楼，是吧？但你没消防员，你可能就显得没那么好玩了。如果说小人仔是凭借创意拉开了故事性的差距，那么特殊零件和机械组件则帮助乐高实打实的拉开了技术差距。早在1966年，乐高就推出过复杂的火车系统，不但包括轨道、车站、信号灯等元素，还引入了首个电机组件。1977年，也就是专利濒临过期的前一年，更加成熟的乐高机械组诞生了。这个系列加入了轴、齿轮、连杆、悬挂等等颇具含金量的特别零件，可以建造具有真实机械功能的模型。机械元件的精度要求比普通积木更高，齿轮的啮合、轴承的配合都需要极其精确的尺寸控制，且还得跟系统兼容。而这一类结构更复杂、玩法更高阶的系列玩具，让乐高成功切入了儿童以上的青少年乃至成人群体。那么看到这儿，聪明的你肯定已经发现滑点了。如果竞争对手选择兼容，但乐高什么时候创新，在哪创新你并不知道，你就永远都是被动的。事实上，乐高这些年从未停止在标准接口内搞创新。从上世纪90年代的球形关节，到2000年代风靡一时的生化战士系列，再到2010年代的微型特殊零件，乐高就是能给你源源不断的搞出各种新点子，且就是能做到系统兼容。意味着某些竞争对手即使生产出了大差不差的方块块，但它也就只有方块块而已，它永远都活在乐高的阴影之下。所以从60到70年代的这些产品迭代可以看出，乐高始终在守正与出奇之间维持着巧妙平衡。对于后来者，即使他们凭借公开标准进入市场，也很难在标准内创新这件事情上干得过标准的创建者。乐高迄今为止始终都领先对手们半步以上，而半步又半步便构筑了强大的品牌护城河。所以真正决定市场格局的，归根结底还是产品本身和消费者的双向奔赴。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混战，就算一些用户尝试了其他品牌，但最终他们自然会凭自己的综合体验感，用钱包投出诚实的一票。那些表面上看不出区别的积木，也许质感差点，也许手感差点，
既然自己都已经有钱玩乐高了，干嘛不接着纯粹下去呢？当质量口碑的差距被广泛认知后，理性的消费者更愿意为乐高支付溢价。这个溢价里边当然还包括粉丝社区这样的文化软实力。而以上大概就是为什么许多宣称兼容乐高的产品昙花一现过后就逐渐淡出，因为他们既去不掉身上的小跟屁虫标签，也确实做不到和乐高看齐的产品开发和用户运营水平。有这功夫还不如看看别的赛道呢。看起来乐高的确是赢麻了，但标准化就没有任何代价了吗？也不是。当年乐高做出接口不变的决定，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确保了整个产品线的连贯统一，为网络效应和用户粘性奠定了基础；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每一次创新都要格外谨慎，不能轻易推倒重来。这个策略最大的代价大概就是设计自由的局限了。假如你在乐高公司干创意，你哪怕是想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牛逼点子，但要是无法跟现有体系兼容，这个创意也只能忍痛放弃。但花花世界有的是让人原则颤抖的诱惑，传统玩具也是娱乐产业的一部分。当电子游戏、互联网等等新娱乐方式以新神的姿态强势降临，分流了大量传统玩具的游戏时间，守身如玉如乐高也似乎有点坐不住了。1998年，乐高成立66年来首次出现了年度亏损，亏了1.94亿丹麦克朗，大概是小3000万美金吧。对于一个跨国企业来说也不算多哈，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乐高的雷是自己在整个90年代至新世纪初一点点埋下的，这个雷叫多元化扩张。多元化扩张听着似乎没毛病啊，那不是很多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都言而优则导的一个经典路径吗？咋到乐高身上它就不灵了呢？我们来看看乐高这些年具体都干了些啥。这一时期公司已经交到了第3代掌门手中，他是格特弗雷德的儿子科伊尔德。科伊尔德当然也为公司做出了不少贡献啊，但他激进的扩张策略显示出他是一个顾头不顾尾、面子大过里子的人，这绝对不是我们今天用上帝视角来站着说话不腰疼，后面会分析到。90年代一大娱乐革命就是电子游戏席卷了全世界，任天堂、索尼的家用主机已经做得比较成熟了，游戏的花样更是无穷无尽，要是有得选，小孩们肯定更愿意端着手柄 biu biu biu， 而不是耐着性子搭乐高。所以为了不被时代给落下，乐高也摩拳擦掌开始做起了电子游戏。那这个业务基本就没啥水花，正如乐高在积木领域吊打同行一个道理，市场上早已挤满了顶级创意和顶级制作，乐高这个外行还是有点自不量力了。除游戏外，乐高还尝试过追逐数字化潮流，公司启动了一个野心很大的达尔文计划。这个计划耗资上亿丹麦克朗，其中一个大工程就是把每一块乐高积木都给它进行电脑建模，试图建立一个完全数字化的乐高世界。然而因为技术不到位的原因，钱咔咔烧了，但进度却慢了一批，这个计划很快就被叫停了。更烧钱的是主题乐园。乐高的主题乐园虽说比不了迪士尼那么大的规模，但也是上亿美元投资。可是运气不大好啊，除了比隆本地的初代乐园之外，1996年的英国温莎，1999年的美国加州，他们的投资回收周期都显著不符合预期，导致公司现金流进一步捉襟见肘。那么以上这些失败的尝试都还可以让多元化来背锅，乐高在玩具本具上的滑铁卢就着实有点说不过去了。2000年初，乐高先后推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玩具，比如 Jackstone 系列，它是积木，但居然跟自家系统不兼容；另一个是可动人偶系列，这压根就已经不是积木了，就是一堆塑料小人。那么这些产品有一个算一个，全部都失败了。类似的骚操作肯定还有，我就不一一扒了。总之，在世纪之交的这套做大做强组合拳打下来，乐高多年来辛苦积累的财富可以说耗得快见底了。2003年危机达到顶峰，这一年乐高的账本上记录了14亿丹麦克朗的亏损，是公司自创业以来史上最大单年降幅，经营性现金流由正转负，自由现金流更是深度为负，债务快速积累到了50亿丹麦克朗，负债率达到了危险的 85%。这个情况几乎就已经是一只脚悬在了破产的深渊上空啊！业界也普遍认为乐高可能扛不过这次危机了。那么眼看自己就快成亡国之君了，这位3代掌门克伊尔德只好灰溜溜下台，董事会殊死一搏，选择了一位青年才俊来担任 CEO。这个人只有35岁，是乐高自创业以来首次正儿八经启用家族外部人士来当这个家。他的名字叫纳斯托普。纳斯托普曾经是麦肯锡的咨询师，他一没有玩具行业的经验，二也从来没干过 CEO， 但他的专长就是研究企业重组和战略转型的。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太平盛世，说白了就已经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了。但这一次乐高不对。
现在我们来回答那个问题，为什么说克伊尔德的激进扩张属于面子大过里子？纳斯托普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进行彻底的业务审查，结果他发现公司这些年的多元化狂欢导致 SKU 数量暴增，而到底这里边有多少是根本不赚钱的，躺在仓库里发霉的，不知道。就真的是不知道啊，因为乐高的财务系统已经非常过时了。以前业务单纯还好说，但现在事情这么多这么乱，公司已经没办法核算每个产品的真实成本。纳斯托普穿透表象，找到了公司真正的症结所在，那就是供应链失衡。这种失衡甚至是贯穿上下游的，先不说那些仓库里头发霉的库存，当时在市面上的在售套装居然有94%都是不赚钱的，意味着设计端、采购端、生产端、渠道端等方方面面都存在着冗余。经过细致的盘点后，哥们儿还发现公司合作的供应商和物流伙伴也严重超标，居然有1万多家，啥概念啊？比造飞机的波音公司的供应商都多1倍，这简直太草台班子了吧？那么这种情况下，要去一个一个补 bug， 这得补到猴年马月去了。你补得起，公司也未必等得起。所以基于现状，纳斯托普提出了一个长痛不如短痛的策略，回归积木。什么多元化就别想了，公司就在积木这一件事上给它做到极致吧。那么回归积木，意思就是迅速舍弃那些不温不火的非核心业务，执行是痛苦的。乐高砍掉了电子游戏，砍掉了服装线，砍掉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系统外玩具产品，把主题公园也卖给了英国的美林娱乐集团，还裁员了近1/4。在产品线上 ，SKU 被砍掉了1半的量，重复性的产品被合并，过于小众的产品被取消，其中不乏许多历史悠久的产品，但只要没销量的，通通停产。为了以后不再掉进同一个坑，乐高设定了一个数字，13.5%的销售利润率。凡是在评估阶段达不到这个预期的，无论创意再好再有趣，一律不做。供应链也进行了全面整肃。此外，公司还亡羊补牢，赶紧安排上了更先进的 ERP 系统，终于能够准确追踪每个产品的成本和盈利能力，再也不用当大冤种了。由于改革措施主要围绕成本控制，成果那是立竿见影，请看利润图。仅用了1年时间，公司就实现了扭亏为盈，并且人还真的就这么稳下来了，从此再也没有亏过钱。事实证明，对乐高来说，还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模式更适合。我觉得确实有点子宿命的味道。30年代创业之初，公司名里就藏着我拼凑的密码，50年代建立的标准就已经攒下了一辈子的本钱。虽说90年代的瞎搞胡搞差点把公司搞黄，但是嘿，一回归积木，立马就又活过来了。其实业务多元化和品牌矩阵化本身没什么毛病，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玩具公司也都是这种发展路径，但乐高似乎注定要成为一个例外。在玩具行业几乎找不到第二个把单品做成系统，系统再做成生态的案例了。回归积木过后，乐高的主线终于清晰了。正所谓积木基础 ，IP 就不基础。世间万事万物降低清晰度到一个程度之后，都可以变成一堆像素马赛克，这难道不是最逆天的吗？理论上就没什么东西是乐高搭不出来的。那么我们就大致顺着时间顺序来看看乐高的 IP 进化之路。过去的玩具基本都是靠自己设计，而1999年，乐高走出了 IP 授权合作的第一步，第一个合作对象是星球大战。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决定对乐高来说意味着什么，这里有一个背景啊，那就是公司自创始人那一代起，就一直有一个不做战争玩具的祖训，即使因为某些场景需要，避无可避地出现了武器，这个武器也得是虚构的，它不能是真实存在的武器的样子。但这个原则的边界就有点不好界定。你比如城堡的守卫，他要不要拿把剑啊？一个现代的太空船，他要不要配备防御性的武装啊？所以乐高自己打脸的产品那也是有的。而主流文化是在2000年前后，战争主题在各种娱乐方式中都是特别受欢迎的题材，比如电子游戏，比如模型，更别说影视作品了。所以在一番纠结过后，乐高最终还是选择了抱住星球大战这条大腿。结果是非常成功的，首批13个星战套装全年销售远超预期，比内部预测高出500%，达到了当年乐高总收入的1/6。唯一需要谨慎对待的是，当深度绑定了影视 IP， 你必须得时刻留意对面 IP 的生命周期，做到有福同享，有难赶紧撤。后来乐高又陆续跟哈利波特、漫威、DC 等大 IP 合作，慢慢的就把 IP 联名给玩明白了。建筑系列则代表了完全不同的授权思路。2008年，乐高与建筑师亚当·塔克合作，把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建筑物给做成积木套装，这个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IP 授权了。你比如说泰姬陵，那可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做出来是很有收藏价值的。这种东西它肯定展大人啊，对不对？那么到目前为止，建筑系列已经推出超过60个地标建筑，成为乐高最赚钱的产品线之一。
然后是原创 IP。2011年推出的《幻影忍者》是乐高自有 IP 的里程碑，不但做了玩具，还同步制作了动画片剧集，这才挺成功的，意味着乐高从此也荣升内容玩家了。紧接着的2012年，公司推出了面向女孩市场的好朋友系列，一碗水那是端得平平的，男孩女孩都有了自己的积木小世界。授权思路打开了，内容创作能力也解锁了，那真的就是一通百通。对乐高来说，不管这个 IP 是角色还是场景，是建筑物还是汽车、轮船、宇宙飞船，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我都能给你来一个一键调低清晰度，再让你一砖一瓦的体验造物主的乐趣。而乐高最绝的优势是，不管你是个来自啥宇宙的元素，不管你画风有多不一样，我都能给你放进同一个乐高宇宙，因为我用的就是同一套积木语言嘛。这个一锅乱炖的属性在2014年上映的乐高大电影中极大成了。 DC 英雄甘道夫、星战机器人可以同台出现，蝙蝠侠还可以驾驶千年隼，是吧？只有在乐高的世界里，你会欣然接受这一切，不会觉得离谱。到目前为止，乐高还只是一个内容生产者，而下一个进化基点就是乐高从生产者到平台的转型了。乐高从2008年开始运营一个粉丝共创平台，2014年正式更名为乐高 Ideas。这个地方允许粉丝提交自己的设计创意，如果这个创意能获得1万张支持票，乐高公司就会评估将其量产，设计者还能拿到净销售额1%的版税。这个决策简直不要太英明，因为说难听点，反正创意不好不要钱嘛，这不就是白嫖设计师吗？而且这东西都得到1万票的支持了，说明至少这1万人里头有很多人会买嘛。事实上，乐高迄今为止有很多经典大爆款都来自于 Ideas 平台，我们来感受一下网友的脑洞。2015年出了《生活大爆炸》公寓场景，2019年出了《老友记》中央咖啡馆套装，2017年厉害了，一个粉丝提案的阿波罗土星5号火箭套装得到量产。这个火箭不多不少，刚好用了1969块积木，象征人类登月的年份。这款产品甚至还帮乐高搭上了 NASA 这条线。后来人直接跟 NASA 合作，推出了各种空间站和火箭模型，科学细节有 NASA 的专家给你审核把关，玩具直接达到了科普教具的水准，被很多学校和科技馆引入了课堂。于是乐高也发现了，成人粉丝那是真宝藏啊，又是忠实粉丝，又是创意源泉。于是除了可劲儿运营 Ideas 平台之外，乐高还推出了认证拼切大师计划，就是说那些牛人中的牛人，我官方直接给你发个 title， 你就可以师出有名的去接商业项目了。这些人，我的个老天爷，不说了，直接上图吧。过去标准化所构筑的生态系统开始反哺乐高，由于整个圈子都使用乐高的语言，玩家社群中涌现的大量创意和技巧，最终也丰富了乐高系统。2019年，乐高斥资约4亿美元收购了全球最大的积木电商平台 Bricklink， 这是被誉为积木式的2级交易市场。在这里，全球玩家可以买卖各个年代、各个类型的乐高零件和套装。平台上号称有超过13000个商家，年交易额超过10亿美金。那这里边可操作的空间就多了。虽说行情主要由市场决定，但整个2级市场都被官方给收购了，炒什么怎么炒，公司的大手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宏观调控整个节奏的。至此，乐高的品牌号召力可以说是以真化境。一说积木，那就是乐高，几乎没别的了。回到我们视频开头的观点，乐高是个奢侈品，卖的贵也好，炒的高也好，它就是无可替代，就是永远都有一波死忠粉，心甘情愿为高溢价买单。这个并不是积木本身的价值，而是系统的价值。现在它更是一种平台的价值。IP 产业常见的路径就是创造受欢迎的内容与角色，然后利用票房、授权、衍生品去实现商业变现。迪士尼的米老鼠与漫威，孩之宝的变形金刚，任天堂的马里奥都在这条路上。但乐高路是把讲故事的能力标准化，提供一套人人可用的造物语言，再去拥抱和重述一切故事。有了这套构建系统，乐高既能承接外部 IP， 又能打造原创宇宙。其平台化模式的最大优势一言以蔽之，就是进可攻，退可守。这个优势我们还可以用一个装逼的大词来形容，就是去周期化。别的传统内容像 IP， 它的世界是有边界的，故事总有一天是会讲完的。如果没能成为经典，那必然就是沦为时代的眼泪了。但乐高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它是平台，它这套中立的造物语法和通用接口可以对接任何世界观，你就尽管提吧。平台模式不是说完全无视周期的影响，而是周期对它的冲击可以适当被结构给中和吸收。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如果哪天哈利波特被世界给唾弃了，那我下架呗，乐高宇宙离了谁都照样转。那么在 To B 层面，对 IP 方而言，乐高就是增量入口，对乐高而言 IP 是源源不断的素材库，跟乐高合作如无意外一定是双赢的，所以大家也都乐于放手，把自家的 IP 交到乐高宇宙中去，想咋玩咋玩吧。你就是安排 DC 英雄跟复联英雄坐在一个摊上撸串，咱也没意见。那么乐高平台的商业价值从财务数据中可见一斑。2024年乐高实现营收743亿丹麦克朗，同比增长 13%， 经营利润187亿丹麦克朗，同比增长 10%， 而最牛的是它的利润率，毛利率高达 68.3%， 营业利润率25个点。作为对比哈，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同行，孩之宝是17个点，美泰只有12个点。近几年玩具市场整体是稍微下行的，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还能稳健增长且维持高利润，那确实是非常厉害的。尽管时代在不断变化，未来也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出现，来考验这个92岁企业的适应能力，但乐高积木早已成为玩具市场一个永恒的符号，并且至少目前为止，这套平台战略也是很能打的。乐高的传说还将继续，而下一部热门 IP 什么时候来或者不来都不那么焦虑了，因为桌上那一箱五颜六色的小像素块块已经足够玩家把世界重新构建一遍。感谢你陪我一起看到这里，欢迎弹幕评论提出你的看法，我会认真看的。消费不止，金钱不眠，我们下次见。